到这个。认识啊？嗯。阮小姐，我提醒一下，未经他人允许擅自拍摄他人照片，会有一定的法律风险。我不光要拍照，我还要抡拳头呢。啊？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私事。你身上这款香水，味道很不错。我是专门借您挑选的，您不觉得很符合你优雅的气质吗？是吗？这个香水是我陪你女朋友买的，我怎么不觉得它符合这位小姐的气质呢？阮玉，这么巧啊？是啊，无巧不成书嘛。要是不巧的话，我还看不到这一幕呢。你觉得那人是谁啊？你没听他刚才说吗？私事，肯定前男友啊。都前男友了，有必要这么生气？没有爱，哪来的恨呢？也就是心里没放下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跟我谈商务合作的林老板。这位是我是张川女朋友的闺蜜。林老板应该不知道张川有女朋友吧？不过也是，谈生意嘛，又不是谈恋爱，也不需要交代家底，是不是张川？对。想和我谈生意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我凭什么和你谈？阮玉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我误会什么？真的在……什么情况？这谁啊？我女朋友闺蜜。管的有点太宽了吧？我们好好的合作，你给我搅黄了。你们那是正经谈合作吗？什么合作需要摸着他的手谈啊？摸下手怎么了？我摸一下你的手又怎么了？你干嘛？我就摸呀！我就。你又是谁呀？我是他的律师。这位先生，我想我有必要提醒，根据《民法典》第1010条，违背他人意愿，以肢体行为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，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。吃饭带个律师，什么大人物？别闹了，走吧，合作怎么办？没事吧？吃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因为一点私事耽误了我们吃饭的时间。哎呀，你这么说又见外了。没事，我们都吃得挺好，是吧，怀松？嗯。不过你好像要迟到了。啊？下个当事人的会面。对，哎呦，你看，得亏你提醒我一下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阮玉，我还有点事儿呢，我就不能送你了。让他送你。啊，不用麻烦了，我打车就可以了。哎，别打车，不安全，万一再碰着刚才那2个人呢？你。上车。去吧。那谢谢许律师了。
你如果需要法律帮助的话，可以说。哦，好。不过暂时还没到那个地步。许律师，你说，如果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在摸其他女人的手，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为他在劈腿？你确定那还是男朋友？当然确定了。于情可以，但于理，证据不足。这都摸上手了，还不能断定为他是在劈腿吗？不能算作确凿的证据，但你有和他分手的权利。我和他分手。嗯。许律师，你误会了，那个人是我闺蜜的男朋友。抱歉，是我理解错了。没事儿，我就是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把照片发给他。这万一把照片发给他，结果是我误会了，那岂不是在惹事儿？可如果他真的是个渣男，在劈腿的话，如果他们真的相爱，不会因为你发了一张照片而分手。如果他们本来就存在信任危机，就算你不发这张照片，他们这段感情也迟早会走到头。有道理。许律师，你在感情方面还挺有见解跟经验的。许律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在国外也会接一些离婚案，看得多了，经验自然就会多一些。这样啊。我说的也不一定对，你自己考虑考虑，再做决定吧。谢谢你啊，许律师。回想过去的画面，
匆忙写下的句点，路过多少个日月，没有言语的离别，朦胧视线的边缘，风吹散过往的碎片，思绪弥漫眼前，凝结成云烟，随即无声飘远。记忆的每一篇，已泛黄的昨天，翻过枝叶，你却印在每个故事背面，不停在浮现。不好意思啊，许律师，我不小心睡着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到的？刚到，正要叫你。啊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客气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许律师，你路上注意安全。嗯，再见。嗯。明英，怎么啦？喂，阮月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哦，我正好也有事想跟你说，要不你先说。我发现陈思思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照片都是模仿你的。你要跟我说的是陈思思的事情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哦，就没点别的事情要说吗？哦，你说张川那个事儿吧，他一回家就跟我说了，说他今天跟一个女老板吃饭，被你碰见了，这不误会了吗？哎，没事儿，那个商务黄就黄了，不行再接一个。他就跟你说是跟女老板吃饭。对啊。怎么了？你还看见什么了？你看看呢？啊，这个他也跟我说了，因为他们今天那个品啊是一个护手霜，当时正在试品呢，这不让你看见了吗？就误会说他在摸人家手。哦，涂护手霜呢？那可能是我误会了吧？你放心吧，要是他真的敢劈腿，不用你说，我第一时间给他踹了。行，你关注点啊，我先挂了，拜拜。以后线下对接的事让别人来负责。我只负责远程视频，还有直播推广。我不是看你这张脸讨女老板喜欢吗？你这样是浪费自己的优势，逢场作戏而已，又不算对不起女朋友。你这么死板怎么赚钱？以后被你女朋友嫌穷，可别后悔。那是你的想法，我跟我女朋友感情好得很，不用你操心。喝完了吗，宝宝？哎呀，这水都凉了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泡太久对身体也不好。哎，他这个退信为什么进行断电啊？我没注意。我还给你买了新的藏文花泡脚包，明天就到了。真的啊？啊，太好了，这个艾草的我已经泡腻了。哎，去倒喽。
哎，宝宝，你看见我手机了吗？刚还……丢三落四的毛病怎么就是改不了？这不有你吗？哦，哎，来机快到了，阮玉也快到了，准备准备好了。这才11点，他不12点到吗？他怕错过最好的那个打电话的时间，所以说他提前1个小时出门了。怎么接电话呀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问一下，那个志坤律师事务所是这儿吗？嗯，是的。这是那个叫什么许怀啥的外卖这是？啊，您好。啊，请问是许怀送的外卖吗？好像是的。啊，那你给我，我给你带上去。啊，麻烦你了，谢谢啊。接电话。哎，许律师，你的外卖。快办，我没点外卖。这上面写了你的名字。那一定是送错了，我从来都不吃外卖。另外，我也没有国内的订餐软件。哦，哎，在这儿呢你。哟，阮玉，你到了。你订的炸鸡呢？我给你买的可乐都送到楼下了，可乐配炸鸡绝配，兄弟。炸鸡呢？这儿。哎，你给拿上来的啊？那正好，咱一块儿吃。哥，别说，阮玉学姐现在可能已经不喜欢你了。就算还有点什么，她心里那个人也根本不是真的你。她连你爱吃炸鸡也不知道吧？哼哼，你要是摊牌了，她能接受真实的你吗？刘律最近跟律所的同事组了一个减肥小组，谁要是点了外卖被别人发现了，就要在公司的群里发红包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刘律，下次如果还想吃的话，还是可以以我的名义，我会帮你瞒着。但是我要提醒一下，炸鸡非常不健康，以后要少吃。行，好嘞，明白。那许律，你自律。当然，哎，好嘞，来，阮玉，我给你倒点可乐吧。可乐配炸鸡，哎呀，完美。谢谢。许律，你也就别喝可乐了，可乐也不健康。真好吃。很香哦。明明，你想吃鸡腿吧？你吃。你刚不还说过能吃2个大鸡腿吗？我想吃黄瓜炒鸡蛋，我吃这个就行。鸡腿无所欲也，许怀颂亦无所欲也，两者不可得兼，舍鸡腿而取许怀颂者也。真不吃啊？不爱吃。那就归我了。我正好出门前也吃过饭了，现在也不饿。刘律师，你多吃点。哦，你也不吃？那阮玉，你把这个饮料喝了吧。香啊！许律师，你喝点饮料吧，这个应该是你爱喝的，也比较健康。谢谢。送亲一杯纯正黑咖啡，祝亲开启活力的一天。
上回许律师喝咖啡也像喝可乐一样，不苦吗？习惯了。许律师，你喝的是什么呀？黑咖啡吗？我还是头一次见人喝黑咖啡喝这么大口的。习惯了。可有些事情啊，苦不苦的，只有自己才知道，对吧，许律师？真好吃。那我打了。你好，我是阮玉，请问是陈思思吗？我是学姐，我存过你号码了。身份确认。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方便的，你说。是这样的，本来和解的事情，我打算请律师和你谈，但我想了想，觉得还是应该先跟你聊一聊。其实前段时间有家影视公司跟我聊过版权改编的事儿。是这样的，他们希望我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件丑闻，否则的话，影视改编也会被搅黄。学姐，我这里信号不太好，要不我们还是当面聊吧。1点，在南湖茶餐厅见，怎么样？离你家也挺近的。好，我们一会儿见。他好像有所警觉了，从这里去南湖餐厅大概需要20分钟的时间，我现在就过去吧，以免出岔子。你一个人能行吗？应该没问题吧？机会只有一次，我陪你去。录音笔，上推录音，下推保存。谢谢许律师。本来觉得打电话套话也没那么难，但是真要见面了，感觉心跳都加速了。做套眼保健操吧。啊？你小说里好像有写，看起来有用。对不起，签错了。签错了。那对的人是谁啊？是渣男。小说嘛，都是骗人的。
做眼保健操是骗人的，还是喜欢我是骗人的？眼保健操管什么用？那天明明是骂了他100遍渣男，才成功冷静下来睡着的。舒姐，谢谢你能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跟你当面解释。思思，我考虑过了，和解没有问题。但是我现在的律师不只代表我的个人立场，还要为影视方考虑。为了不影响这本小说的影视改编，他们要求你在道歉声明中承认自己不仅发布过污蔑我的长微博，也曾煽动水军攻击过我。我没有啊，学姐。啊，我也知道发这样的声明确实是挺难为人的。但影视制作公司的意思是和解不成就继续起诉。可是学姐，我真没要故意攻击你。我当时发那篇帖子的时候，是因为我真就是那么以为的。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你就是温香啊。后来那篇帖子它自己发酵到那么高的热度，跟我真没关系，那就是网友自发的行为。思思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做过的事情都会留下痕迹的。你就算现在不承认，等之后调查起来也会被发现的。咱们呢，都是一个学校出来的，你是我的师妹，我当然不想把事情闹得太不好看。那学姐，你能不能先撤诉啊？你看你撤诉了以后，还是可以找律师把事情查清楚，咱们庭下和解，和和气气的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啊，这倒也是个办法。可万一我撤诉了，有心怀不轨的人给我挂一个心虚的名头，再怂恿写诗人起诉我的话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学姐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如果对话陷入僵局，可以跳脱出原本的思路，尝试换个话题带动他的情绪，让他放松警惕。思思，其实我最近过得特别不好。我知道，以现在的这种情况，别说影视版权卖不出去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网站跟我解约也是分分钟的事儿。怎么会呢，学姐？你可是网站的摇钱树。现在作者一茬接一茬，很快的。等我被清河网踢出了局，别的网站肯定也不会再签约我了。学姐，你多虑了。就算真有那么一天，至少石灿他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毕竟你当年在学校那么关照他，对吧？他现在那么忙，不会顾得上这种小事的。我本来还想，只要真的是你买的水军，有石灿这层关系在，至少我还可以求求你。那不然，学姐你就求求我呢？真的是你？
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温香是我。我说我不知道，你不也没信吗？你不是说，在大学的时候，是在杂志上看到我发表的文章才有的文学梦吗？你未免也把自己想得太伟大了吧？从那时候就开始抄了吧？一篇抄袭的文，凭什么数据那么好？我就是想让大家看见真相，就是没想到，学姐你也太不堪一击了。我不过就是买了那么一点儿水军，你就不行了？姐姐，对不起。抱歉啊，没看住孩子。没关系。我发现陈思思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照片都是模仿你的。刚刚在想什么？许律师，幸好你刚才眼疾手快，不然我差点就露馅了。表现还不错。我的演技，是不是能上8点档啊？够糊弄外行的。意思他是内行，那我这演技在他面前，郑辉，一会儿你送一下阮小姐，记得把录音备份给她留律。好。许律师，你不回律所吗？对，我要去机场了。你是现在就要飞回美国啊？嗯。那你这一次是专程为了我的案子飞回来的？在阮小姐眼里，我是这么闲的人吗？还是多谢许律师今天陪我来取证了。你工作这么忙，多注意身体。开车注意安全啊！学姐，刚才是我情绪失控了，说了很多违心话。其实我没做那些事儿的。你还在南湖附近吗？这是反应过来被录音了，来找补了吧？不方便，还是之后法庭见吧。Come in. Hello? Hello, Mr. Shu. It's for you. Flowers for me. It's the flowers that you bought. And don't worry, the payment has already been made. Can I help you move in? Sorry? No. Oh, what's the problem? I just really don't need them. And do me a favor, I sort them out. No need? Thank you. Okay, okay. Bye. By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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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e.
来电话了。喂，给你地址不是为了让你给我家里塞满东西的。什么东西啊？一盆非常丑的花。啊，哎，丑吗？那花是阮玉特地买来感谢你的。我想来想去，给你房间里添点生机，不是也挺好的吗？而且 Sir, excuse me, sir. I'm sorry. Can you bring the flowers back to me? Why? Thank you. Okay, no way. Bye bye. Bye. 许怀总帮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你没好好表示表示？当然表示啦。你看，我送了他花，刚牵手。果然啊，写言情小说的人就是会玩浪漫。送的什么？是卡布奇诺还是蓝色妖姬？哦，卡罗拉也不错。长寿花，既能清热解毒，又能安神醒脑，还有助于睡眠。他经常国内国外的来回飞，就有助于他倒时差，很适合他。走实用路线啊，也未尝不可。那是只送了他一个人吗？哎，慢点啊，猫哥，没事没事，这不重的。放哪儿，猫哥？放那儿。行，往这个角落，放那个角落是吧？那之前那个呢？谢谢。客气了，许律师。其他的资料我已经在整理了，到时候还要再麻烦你了。不用这么客气。谢谢姚丽蓉让我去趟公司，不知道又要发什么疯。感谢委托人阮小姐送的发财树。你刚在电话里说，而且什么？哦，我是说阮玉给整个律所都送了，也不好少你那一份嘛。解约？您的意思，我们现在要跟温香的新书解约？你知道这些日子有多少网友到我们的官博底下骂吗？说我们要出版抄袭的作品，不要脸。抄袭这件事，我们不是已经解释清楚了吗？写诗人本人出面澄清，剩下全都是苏成他在带节奏，他在污蔑温香。舆论爆炸的时候，真相还重要吗？当然重要啊！真相不重要，要法律做什么？这些舆论都是苏成恶意挑起来的，温香已经在起诉他了，网友马上就会知道真相。反正我明确的告诉你，3天之内，如果这场抄袭风波还不平息，我们就要终止和温香的一切出版合作。现在跟温香解约，就相当于站边苏成，这会给温香带来适可而止。我知道，你和他是同学，所以你向着他，但是你要搞清楚，给你开工资的是李文，不是温香。您要非说工资的话，当初我刚进立文的时候，公司什么资源都没给我。我看中的作者，但凡有一点起色，就会被别的编辑挖走。
是温香，他把大家都看好的小说给我做，100%的信任我。他除了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同学，他更是我事业上最好的伙伴。如果没有他，我在这行早就混不下去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您做到这个位置，应该也有温香的功劳吧？像现在这么黑白不分、过河拆桥，以后谁还敢跟我们合作？沈明英，你最好谨言慎行一点，别让人当靶子。如果当靶子能挡在温香前面，这个靶子我当定了。录音证据在法庭上只能作为辅证，但之前的反调色盘对比可以证明小说的独创性表达。把这项工作继续做完。好的。徐律师，第13章我没有别的问题了，晚上我再整理一下。嗯。抱歉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哦。喂。在家。不排除是被告实施的报复行为。SG 的高层应该都最清楚，被告是有能力对炸弹实施远程操控的。那是警察的事情。好，那你们处理吧。抱歉啊。徐律师，你那边是不是太晚了？咖啡又白喝了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你那太晚了，我们还方便继续谈吗？行吧。那就第14章。那就第14章，第3段。他原本并不喜欢毛茸茸的动物，直到那天路过艺术馆，看见他在草丛里投喂一只流浪猫。阳光、微风、青草地、猫，还有他，这些所有构成了一幅温柔到极致的画面，投落在他心间。从此后，如同爱屋及乌一般，他开始学着他的样子，去和学校里的每只猫说嗨，却始终没能对他说出那声嗨。许怀颂本来就喜欢猫，我为了粉红泡泡瞎改什么呢？
这2句话还真是撞得一字不差。许律师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。你塑造的人物心理是爱屋及乌，那对方并不是。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写诗人的男主是早就知道女主要路过艺术馆，刻意表现了这一出的，所以他不是什么爱屋及乌。是我先入为主了，我忘了他把男主改编成心机男了。心机是贬义词吧？不是，许律师，你别又误会我对这个男主有意见。我很理智、很冷静的在分析的。心机也算是个中性词吧。往好的说，说明这个男主很聪明嘛。你这咖啡烫不烫啊？你快给它擦擦吧，许律师。不烫。许律师，他多大了呀？有没有打完疫苗？他现在能洗澡了吗？疫苗都打过了，大概6个月左右。哦，行，那你还是帮他洗洗吧。这小猫咪舔到了残留的咖啡，可能会有危险的。案子我们可以等会儿再聊。怎么写？你不会？这不是你的猫吗？那是谁寄养在他这的？怎么写？你需要给它准备猫浴液，吸水毛巾，最好还有烘干机。然后把小猫放在澡盆或者洗脸池洗都行，需要用38到40度的温水。你要等等。我现在要做什么？你先把水温调一下，等会儿别用花洒直接淋它。然后呢，先把水放到澡盆，水位一定要稍微浅一点。它可能有点害怕，你动作稍微轻柔一点。现在应该怎么做？你可以左手捏住它的脖子，下手不要太重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右手沾水，慢慢把它的脖子以下打湿，就可以给它上浴液了。你注意一下水，别呛了它。写好了。哦，好，许律师，那你拿那个吸水毛巾给它擦一擦，再给它送到烘干箱里面，擦的时候轻一点，然后烘干机的声音也调小一些。
原来他也喜欢猫啊，真好。许律师，我还在这呢。哦，我吗？我要洗澡。许律师，那你帮我搬，不是，你把电脑搬出去呗。你不会光是你啊？哦，对，天哪，裸男！哇！许怀颂，干嘛？你干嘛？什么情况？我从人招来，快！我招来什么呀？他家猫把咖啡溅了他一身，他又不会给猫洗澡，他又溅了一身水的，就是你刚才看到的场景了。哎呦！哎，不对，有疑点。什么疑点？首先，他养猫；其次，他养猫不会给猫洗澡，所以会给猫洗澡的人是谁？你是说，他家里还有别人？他有女朋友？也可能他平时就是带猫去宠物店洗了。不过你说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。确实。他家明明有烘干机，家里应该是有人给猫洗澡的。再说了，他也老大不小了，人又那么优秀，没有女朋友才不正常吧？哦，对，有这个事儿我忘说了。好消息，你们网站官微可发声明了啊！说经过调查确认，写诗人承认自己不是原创，苏城对你的指控又没有证据，所以最终确认您就是清清白白的原创作者。我声明发给你了，你看看。刚刚都没注意。两位律师，这是千和网发的调查声明，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辅助证据？你是没看见我们主编那个嘴脸，昨天还在那儿一通突输出，跟个机关枪似的，结果今天呢，看到声明，态度180度大转变，变脸那个快呀！果然，能屈能伸的人才能做到那个位置。你又跟你主编吵架了？没有啊，我是据理力争，他无能狂怒罢了。辛苦姐妹为我挡子弹。没关系，你请我吃饭就好了。请你吃好多饭。好的。有了这个调查声明，诉讼的胜算会更大。不过陈思思被网站当众打了脸，估计又要安排水军带节奏了。小问题，既然捂不住别人的嘴，那我们就自己闭上眼啊，眼不见为净。还真是。是刚在眼前遮住了脸，就被刘律师给揭开了。这波是2换1啊！放弃了写诗人，打了苏城脸，就为保一个温香，可真舍得。谁更赚钱就保谁呗。不过要我说啊，温香这成绩也就是运气好，明明苏城写的更好。这个社会需要正义的发生，我还是无条件支持苏城。你很闲，还好啊。那就拿去重写。你这律师声明力度不够。我不要面子的吗？声明机会只有一次，如果不能一针见血，就等于一败涂地。是当事人的权益重要，还是你的面子重要？你行你来。刘律师，这回没开玩笑，你这工作
真不够到位。哎呀，是写的匆忙了点儿，一堆案子忙昏头了。刚才那些截图也忘过脑了。录音证据已经固定，可以跟被告正面开战。刚才的网站声明只是第一步，出现舆论反弹是正常现象，不用在意。后续还会发布律师声明，今天之内会彻底扭转舆论风向。这刘律师确实不太行啊，神经是够粗的。论靠谱还得是许怀颂许律师，但是他好像是名草有主了，给你发消息这语气也太官方了。那我也再官方一点吧。好的，许律师，你和刘律师都辛苦了。收到。I think we have to talk about the performance. Yeah, I think it's a good idea. Let's talk about performance. So what kind of ideas do you have, guys? 老公，你在家吗？啊？阮玉。对，我已经快到家了。啊，好。什么？你在路口接我？好，我还有5分钟就到。那边人跟踪我。别怕，往人多和亮的地方走。告诉他我正在向你这边过来。我已经朝你走过来了。哎，我快到了。那个，没事了，许律师，我已经到家了。刚才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没事就好。那你好好休息。网上那些信息，我已经在处理了。老公，你在家吗？哦，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的电话我本来是想打给朋友的，不小心拨给你了。怎么了？许律师，我家楼下停了一辆黑色的面包车，刚才在楼下的时候还没有呢。能看到车牌号码？看不太清，但是看起来很适合绑人的样子。这种情况一般不会是你想象的不法分子，就算是，对方也不可能直接硬闯。你现在要做的是2件事：第一，把定位和小区物业或者是保安室的电话发给我；第二，拿上你的手机去确认门禁。好。
我发给你了。嘘，先不要出声。如果你看见可疑人员，但对方还没开始动作的话，那就先别反锁门，退到离门远一点的地方，打开鸣笛，大声叫我的名字，就说你在洗衣服，让我去开门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如果我喊完，对方还没有离开的话，赶快去反锁门，立刻打报警电话。怎么了？喂。是我，李十三。十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不是说好了要约在老地方见面吗？你不是因为直播才给我打电话的吗？你知道我在直播啊？嗯，那天跟明英在家没什么事儿，就看了一下你的直播。你们还挺关心我的，方便我先进去吗？外面我怕。方便方便，快进来。啊，十三，我家没有男士拖鞋，你穿鞋进就好。还没男朋友啊？你进娱乐圈之前没这么八卦。坐吧。哦，好。嗯。那我。可以可以。别人的八卦呢，我确实是左耳进右耳出，但你不一样，你是我最铁的学姐。还知道是学姐啊？刚才也不知道叫一声。啊，我的错，这个呢是我给你的赔罪。我路过的时候啊，看到，就顺便给你带了一杯。这不是大学城那家奶茶吗？这家店还开着呢。嗯。谢谢。双豆牛乳茶，全糖去茶底，牛乳换成豆奶，只要红豆不要绿豆。哦，我之前给学姐学长跑腿的时候，备忘录还在，只是对应的人名没有了。还好没有记错，不然就罪上加罪了。你有心了，但是我家没有什么能招待你的，我给你倒杯温水吧。啊，好啊，温水就可以了。嗯，我最近养嗓子，少喝饮料。好，你等会儿。来，谢谢。啊，啊，对了，食材，楼下那辆车是你的吗？哦，是我的车，有些邋遢。从苏市过来的时候下雨了，过来路上见脏了。你还特意从苏市过来啊？你直接跟我说你是做游戏就好了呀。当然不是因为做游戏，我本来就想找你，刚好因为做直播就顺带打给你了。啊，有个事情，我不亲自跟你赔罪，我过意不去。食材，你稍等一下，我有个事儿处理一下。啊，好。徐律师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我手机没电了，所以没来得及给你报平安，抱歉。是我朋友来家里了。
你刚才哪儿看的是李时灿啊？是触景生情，又想起徐某人了吧？许律师。哦，你好。不好意思啊。不用跟我报平安，直接跟警察报吧。警察？他是你的代理律师。啊，对。我接个电话。喂。三哥，我在楼下被警察抓了，你快来救我呀！二位稍等一下啊，谢谢。那我们去那儿等着吧。嗯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石灿，是我想多了，还连累你跟你朋友来接受调查，抱歉啊。该说抱歉的人是我，是我没有处理好和岑思思的关系。我听岑思思说，你们是发小啊？我一个苏市人，他一个杭市人，怎么可能是发小？当年他爸爸来苏市做生意，他呢就跟着转学过来了。我们当了2年的同学，大学又是同校。他或许觉得这样就算是半个发小啊。然后这些年呢，他对我有那个意思。我有个微博小号，关注了你温香的账号，他顺藤摸瓜找到了你，可能就误会了。那你怎么知道我是温香？哦，大学的时候你找我修过电脑，还记得吗？你的有一个文件名上的笔名，我记住了，就悄悄的关注了。这么多年，你倒藏挺深的。哎，我寻思你们搞创作的都喜欢网络呢和现实都分开，不然跟在网上裸奔有什么区别？哦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呢平时不会窥屏的，不然我也不会回国了才知道这件事情。我要是早知道了，早就处理了。微博上有人帮我删评论，还有人曝光岑思思的信息，是你的公关团队做的吗？我只让团队控评，信息曝光这件事情，我不清楚。会不会是网友自发的？这样吗？总之，我给你惹的麻烦，我会负责清理干净。舆论现在也平息了，你只要好好打官司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不用了，这件事情本来也不怪你，而且你现在那么忙，别费心这些事儿了。我这边有律师会帮我的。对了，我看你那个律师声明上的落款是志坤，许律师是志坤的律师吗？对。他靠谱吗？放心，他很专业，也很有经验。哦。终于找到你了，徐某人。但你好像也找到他了。